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你。不邀请我进去吗？行啊，给自己收拾的挺舒服，怪不得不想回家呢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上次让我跟你姐和你爸签那个股权协议，就是为了离婚做准备是吗？你开公司，我给你的那一部分钱，算是婚前财产，可以作为股份，也可以作为借贷。婚后财产，你可以去查我的工资单，大部分也都入了你公司了。所以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是吗？我丢的钱算是我们婚后的共同债务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你爸爸抵押房产跟我们财产分割没有关系。小宝跟我说你打算回来了，我还信了。我忘了你们律师最擅长做这一套了，是吧？好，你现在准备好了？好了。我还为了小韩的事感到内疚呢，没想到你比我现实。你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不是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，是现在的你，只配这样的我。我跟小韩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我没跟你说那个。那你说哪个？王宇明，你别装了，真的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在医院躺一天，所有的人都在忙前忙后给我想办法。你干嘛去了？卖车，转移财产。我在病床上躺一天，连午饭都是人马静给我送的。我自己强撑着去洗碗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跟自己说，你是去给我想办法了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你是想办法给我去筹钱去了。就算最后什么都没有筹到，没关系。黄宇明，你至于吗？你用得着那么着急吗？非得让我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这么去做吗？你就那么怕摊上我这么摊子事儿吗？你是不是就想好了自己把事情全部都处理好了，然后再来跟我离婚啊？连人家马静他都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都给我了，你还说我现实？哎，你不现实啊！那天你到我们公司去找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吗？我跟瀚海谈好了，我独立接手的第一个经纪案，成交的价格连启明都特别惊讶。我签下合同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找你。就算你跟人小韩，你也是我想分享的人。我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去找你，可结果呢？你卖车了。卖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，现在你还说我现实？这个是卖车的钱，陈涛把钱给我了。今天来就是想把这卡给你，让你拿着它去还债。
他的钱，他老婆拿去理财了，今天才到账。之前没弄清楚情况，就稀里糊涂的去办交易了。对了，还有之前跟你说那些话，我每一句都是真的。王远明啊，我累了，真的，跟你在一起太折腾了。以前是因为钱，因为小韩，现在没有原因。没想到我们俩的信任竟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。之前签完合同，我去找你，我以为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可是现在，我跟你一样迷茫。这个我拿回去看，拿回去看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叫我出来？喝两杯。我不能喝，我是趁着小孩睡着了偷着跑出来的。你就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赶紧说呀！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真的了解一凡吗？你这话问的，我们俩那么多年朋友，当然了解了。你不了解呀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他是对我们的婚姻没信心吗？你让我给他信心是吧？我找他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准备好了，上面什么财产分割问题、债务问题写都倍儿清楚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之前他让我跟他姐和他爸签那个股权协议，他就想好了要离婚了。你说啊，他把他对客户那赤裸的那套全用我们俩身上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外面有人了呀？他，哥，这个时候别乱想，这肯定不可能。协议的事儿咱先不说啊，就说他外面有人这个事儿，我打保票他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一凡他不会那么容易喜欢上一个人。你就说认识你之前6年，他没看上一个人。那我想不明白了，我为什么就现在我不认识他了呢？啊，婚姻生活方面我也是个菜鸟，但是我知道这夫妻之间啊都是吵吵闹闹、磕磕碰碰过来的。你说我和小丫不就是这样吗？但现在过得挺好的呀。你说你不认识人家了，你这有点赌气啊。你想想，你当时追着人家的时候，那人所有的优点不都在你眼睛里吗？你现在一点都看不着了，不认识人家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俩之间就是有误会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啊没沟通好，把这误会解决就好。再说了，你俩现在非得离婚不可啊？到了那地步了吗？好像有道，但是听你这么说完吧，好像也没到这一步。就是嘛。你自己看看，你这是什么？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带上他？那是有承诺的。
老爷们儿结了婚，你就得负责任、担当，不能离婚。不是我说要离的，他提出来的你也不准同意，他都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写好了，就是不准离。我跟你说不明白。你要跟我说不明白，你这样，你打电话问问你姐夫，他是过来人。我打电话给他干嘛呀？你跟我说不清楚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没准他就把你说清楚了。不打。你这什么意思呢？大晚上的，你能给你妹夫打电话，就不能给你姐夫打电话？你话痨吧你？给打，不能。好吃。喂，喝酒？不行，今天我得在家看孩子呢。对呀，依琳没回来呢。那要不然改天吧？啊，好嘞，拜拜。一凡，一凡，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。自从我跟你领了结婚证以后，我就认定是你了。在我心里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我知道小韩的事情让你心里不舒服了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照顾小韩是出于一个普通朋友的道义，可对于你而言，你是我一生要守候的那个人。是我承认，前段时间有很多事情我做的不对，我因为工作的事情我忽略了你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公司叫宇凡科技吗？我就是想通过现在这个公司，让我们俩的未来能够美好起来。所以我想恳求你，咱俩能不能静下来，心平气和的好好的谈一谈？爸，喝点咖啡。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呀？在家里没法跟你聊，你妈妈总搅和。一凡啊，离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不能太草率。你怎么跟我姐说一样的话呀？我明白你们的意思。现在我年纪已经到这儿了，如果再离婚的话，的确没什么优势。但是其实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不就是过日子吗？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啊。没想到在感情问题上，你这么不自信。这不是不自信，无非就是成为再生女。您看婚姻市场那些在墙上挂着的离过婚的三高女，挺正常的。看来你对男人还一点都不了解。你知道一个中年的单身的男人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结婚吗？漂亮的，听话的。男人们都喜欢漂亮的女人，但是男人真正在面对婚姻的时候，那是非常挑剔和谨慎的。你知道男人要找一个跟他生活一辈子的女人是什么样的？那您说是什么样的？好，那我就给你讲一下我自己的真实故事。当年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，我住在郊区。有一天赶上暴风雪，我的车抛锚了。当时四下了无人，雪呢越下越大，天呢越来越黑。
我在原地跺脚取暖，可是那救援的车怎么都来不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从远处开过了一辆车，在我的面前停留了一下，就又开走了。开车的是一个长相很普通的女孩，是个美籍华人。正当我一个人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到绝望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又折返了回来。原来她是回到家里取了一个备胎，又开了30公里的车来找我。后来呢？她帮着我一起用千斤顶把备胎换上了。在那暴风雪中，我看到她那被雪花吹得红彤彤的脸的那一刹那，我觉得什么美丽呀、性感都不重要了。只有这样的女人，才是能够跟我生活一辈子的人。所以你们就谈恋爱了？是啊，我们相爱了。可是后来在一次车祸中，她永远地离开了我。我无法忍受那巨大的痛苦，我就回国了，离开了那让我伤心的地方。一凡啊，男人们真正想要寻找的，是能够和他一起战胜生活困境的人。也许他没有十足的美色，但是却有一颗独立的、坚强的、善良的内心。相信我，你才是男人们心中最想要的那种女人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们的事儿，我们自己会处理的。好，我理解。进去吧。你姐和你姐夫不都和好了吗？你姐夫前段时间还回来过呢，怎么又闹成这样了？我姐找人跟踪他，被我姐夫发现了，他也是被骗怕了。那你姐现在怎么样了？正睡着呢。睡着挺好，现在睡着比醒着好。要不晚上咱俩坐坐，把咱俩的事儿聊一聊。你把我叫到这儿来，就是要看你喝醉的。我带你上这儿来，是想让你看看这舞台啊，问问你还记不记得了？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？心情越不好，记得越清楚。当时会感动到哭，现在不会了。我还记得呀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想好了就签字吧。我想和好。不可能。怎么就不行呢？我是招你了，我还是惹你了？如果我要真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跟我离婚，行，我认。可有吗？啊，小韩的事我不都跟你解释过了吗？卖车的事我也说明白了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那都是咱俩自己记的疙瘩，咱俩把疙瘩解开不就行了吗？非要离婚吗？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案了吗？啊？那行，那我问问你，你想明白了吗？你要是觉得合同和协议哪不合理，
咱们可以再商榷。你别拿那破纸跟我说事儿行吗？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沦落到要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了吗？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？我给你那么多时间，你想过吗？我没想吗？太好笑了，我没想吗？我一直想尽一切办法，想让你怎么回心转意，你呢？你就想让怎么签那破字儿？你想让我回心转意，那你早干嘛去了？哎，你要是早点把事情想清楚了，我们至于到今天这样吗？是，我也不明白了，怎么就到今天这地步了呢？啊？为什么就到今天这地步了呢？我就至于在你那儿无可救药了吗？我的问题好吗？是我的问题。我做律师的，我处理那么多离婚案，我怕了好吗？现在落到我们自己头上，我更怕了好吗？我自己的问题 ，OK？ 你能不能不这样？冷静点行吗？你现在这态度，只能让我们俩啊变得越来越僵。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沟通呢？我也不想跟你吵。我也吵累了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沟通的地步，你没有发现吗？结婚前，我跟我姐跟我爸说，我就想找一个能给我安全感的男人。当初你在这儿跟我求婚，也是信誓旦旦的说要给我幸福，要让我快乐，让我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。你做到了吗？真的，跟你结婚我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日子凑合着过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是挺不容易的，我特别想好好的把这个家维系好。可后来发现，我真的是一点气儿我都喘不过来了，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不停的来，我每天都在过着处理矛盾的日子。你妈跟我闹矛盾，啊，你不管我自己解决，我生病住院你也不管，我也自己解决。小孩那事儿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我也只能自己解决。王宇明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让我自己解决？我撑不住了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是我想的不够仔细，行了吧？你说这些都对，我觉得我们俩呀，走到今天挺不容易的。我们俩在病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病友，后来是网友，再后来转了一圈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把我们变成了并肩熬夜的战友。100对里能挑出1对来吗？一帆，我真是挺珍惜我们俩这缘分的。是，有些事情我是想的不够细，我是没有责任心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个歉还不行吗？你能不能给我一机会？你说我错哪儿了，我改还不行吗？你要这么委曲求全，将来就算我们在一起了，你也会每天看着我的眼色过日子，总有一天你会烦的。还不如在今天，咱们就在这儿心平气和的，好说好散，至少还没有那么恨。你把字儿签好了，快递给我就行。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？我们拥有的曾经并不算爱情。我错了，舍不得你加我心里，我不想写那个字，我错了，你说什么我都改，我错了。完美的结局属于我和你。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？彻底把过去在心底抹去。如果说那幸福，你俩这就算是和好了。反正就他抱我那会儿，什么过去啊，蒋小涵呐，以前经历的那些事儿啊，就都不重要，都消失了。那会儿我就想跟他在一块儿，不知道，我跟他说，
我再考虑3天。谢谢林奶奶。瘦了。前段时间太忙了，都没过来看您。最近您去康复中心看过林芬姐了吗？看了，还那样。李奶奶，您恨何风吗？不恨，他们俩那事儿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。小芬也有问题，她是太倔、太要强了，这点你们俩倒有点像啊。何风那儿一有个风吹草动吧，他就又吵又闹的，动不动就带着个孩子离家出走，还得何风陪着个笑脸呐，过去把他给哄回来，大大小小的折腾就没完没了，最后把自己折腾成那样。不过您这么评价何风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小芬那儿啊，我是一个劲儿的劝呐，可她就是听不进去。女人呐，嫁不出去难受，嫁出去了吧，不是这儿不好，就是那儿不合适。你说这世上哪有这么事事如意的婚姻呢？这就是事实，你必须得接受啊。说这真正的婚姻呢，就是从接受开始，然后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。有很多问题，它其实并不是问题呀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成了问题。有句话，我跟小芬说了很多遍，她都听不进去。你想听听吗？好啊。别要强，真正的强是柔软，只有柔软才能包容自己，包容他人，才有对生活的韧劲儿。表面的强硬啊，只能让人觉得你咄咄逼人，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。再告诉你一个诀窍啊，这男人呢，他就是一棵植物，哪儿的太阳好，哪儿温暖，他就到哪儿生长。一帆啊，你可要过得好，别像我们家小芬那样，处处往坏了想。我和你妈都希望你过得好。我这单身公仆的使命啊，是终于完成了。辛苦了，亲，我会给你打赏的。马律师，我能带姜律师走了吗？那我就把姜律师交给你了。其实吧，我特别的想感谢你。不用，下回别让他来就行。一定。你赶紧走吧。拜拜，亲爱的。哎，你要是再赖着，我就不让你走了。拜了。你说他们俩这怎么回事？之前谁说都不听，哎，不，突然他就想通了。想通了，好啊，别过来，睡觉。哎呦，快走。这离婚协议书啊，咱就给他摆在这儿，以警示咱俩。以后呢，咱要是闹了别扭，就过来看看。谢谢哈。李明，今天就别往医院跑了啊！你妈说的对，一凡这么大度的回来了，你要是再往医院跑，他不动手，我们也是动手。行了，妈，今天早餐有多的吧？管够，有的是。要有多的你就装一份给雨明。
让他带去医院呗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小韩现在恢复挺重要的，这要恢复不好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我想家里的饭菜总归是比外面的干净，所以能从家里带尽量还是从家里带。老妈，你要是有空啊，就煲点汤吧，您煲的汤赞。没问题，熬汤。谢谢妈。打车过去吧。这早餐拿过去要坐公交，都变成小午饭了。病人不得按时吃饭吗？啊？你怎么编这么好了？真不错。干嘛？你就会欺负我呗？我哪敢欺负你呀？还有啊，我那代理费下来了，在我抽屉里那张卡上。你不是拿卖车的钱给我还了马季和黄老大的钱吗？你就拿上钱去付个首付，把车买了。我买车干嘛呀？我不需要车。男人在外面跑，面子上的功夫不是还得有吗？不需要这个撑面子。再者说了，人国外好多老总上下班还骑自行车呢，把事儿干好了才是最大的面子。怎么现在这么乖呢？你都学着这么乖了，我还不得学乖点啊？哼。那我去医院了。去吧。你就没什么要嘱咐我的？没有。真没有。那我走了啊。去吧。哎，我要不捎你段吧？不用，又不同路，你赶紧走吧。那我真走了。去吧。嘿。对不起，我不再说我恨你了。来，宝贝，我们吃完早餐之后，妈妈送你去学校啊。昨天大夫说呀，我可以适当的下床活动活动。康复这事儿啊，不能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来，哎，今天这粥味道不一样啊。哦，这粥啊是我妈做给你的。就是一凡跟他说，跟他说的。你们俩和好了？怎么叫和好了呢？本来一直就挺好的。你太小看女人的第六感了。恭喜你啊！吃饭的时候别老说话。来，哎呦，要不我给你包个鸡蛋？Good morning。早。前段时间有人还说要嫁给我呢，啊，八心八肺照顾了你那么久，男人一勾手你就回去了。我这
这不是回来陪你了吗？现在这是上班儿。哎呀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男人怎么让你伤心欲绝，闺蜜怎么给你安慰，最终还是敌不过男人那么一勾手啊。哟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啊，乖了啊，不要跟我男人吃醋了啊。少来。昨天小青给我打电话了，说她又跟她老公吵架了。我这苦口婆心是劝了好几个小时啊，不管用。人家老公突然打电话来了，直接把我电话给挂了。我这不放心啊，万一再出个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我就赶紧给他打回去了。你猜怎么着？人家俩人好了，屁颠屁颠看电影去了。这我是哄半天，人家男人只花了3分钟时间就搞定了。我们这些单身公婆啊，得有多强的心理素质啊！是。你们把热情都给了男人，把薄情都给了我们。哎呦，知道你们单身公婆不容易啊！来，给你温暖，给你抱抱啊！少来！怎么去了一趟李奶奶那儿，你俩就好了？哎呀，我就是一离了家不能活的人。反正我嫁出去了是困境，我没嫁出去也是困境。那我总得在一个困境当中找到解决之道吧？什么解决之道？柔软，再柔软。笑什么呀？就冲你现在这劲儿啊，我送你4个字：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你听说过吗？你江一凡才是正式，大气、沉着、冷静。先把小三儿给解决了，回头再好好收拾你们家王玉明。必须的嘛。喂，今天没来上班啊？我正送小莫上学呢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来2回都没见着你。没事儿啊。怎么了？不舒服？生病了？没有。你在那儿等着我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我现在就回家了，要不然你就到我们小区来找我吧。给小韩做的。这不是一凡发话了吗？这我哪能不弄啊？这好久没看闺女了，正好他们俩一人一份儿。你说这个一凡是怎么想的呀？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是变了，变聪明了。你想啊，这小韩要是瘫痪站不起来了，他肯定要依赖雨明一辈子，咱雨明不可能不管呀。这是雨明和一凡以后要面对一辈子的事情。既然这一凡回来了，想继续过下去，他肯定希望小韩早点好起来。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？有吗？是林伟又怎么你了？他搬出去住了。啊？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找我有事吗？咱甭在这儿聊了，找个地儿边吃边说吧。啊！哎，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。你瞧你现在这脸色，有一大半就是饿的。我跟你说，人饿的时候啊，看全世界都别扭，吃饱了天塌下来都没事儿。走，走。妈，哎，你以后就不用给我送汤了，小宝每天都给我煲，我都喝吐了我。你吧，就生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跟你说，你妈这辈子都没喝过你爸煲的汤。要这么说吧，人小宝还真不错。就那样吧。哎妈，哎，你看这怎么样？这怎么弄个粉色呀？这还不知道男孩女孩呢。也是哈，啊，是吧？哎，林伟哥。江一林知道吗？知道啊，都认了多少回了他。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拍照啊，我。
干嘛？你这是？你现在不能动气，怀着孕呢啊！我不动气，我就过去提醒他们一下，要不我对不起依琳姐。我提醒去。你看这个好不好？林伟哥，谁呀？小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同事。啊，这是我妈。认识。你好，阿姨。见过啊。见过。哎，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叫王小丫，是依琳姐妹妹的小姑子。这位呢是我妈，是依琳姐妹妹的婆婆。哦，依琳姐你认识吗？她老婆。你们好，我叫秦珊，啊，我们是同事。啊，现在同事都流行牵着手逛街呀。秦珊、秦三儿、秦小三儿，还没弄明白吗？古代叫妾，现在就叫小三儿。啊，你们说话可不可以注意点？我注意了，你注意了吗？你拉着别人老公的手逛街，你不害臊吗？你不知道他有老婆孩子吗？哎，阿姨，我们俩还有点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你先别走的，我跟你说，林伟，咱们俩可是八竿子才够得着的关系。但是我要劝你一句，亏心事做太多了，可是要还的，懂吗？去。好，谢谢。小陈吧，这个汁儿做的特别好，牛肉也特别新鲜。待会儿还有甜点，你可以尝一尝，味道很不错。你有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。我一朋友啊，就是一饭馆114，纯吃货。你想吃什么，你跟他讲，都有推荐。你想让我化悲痛为食欲啊？你最近确实太瘦了，可以适当增点肥。妈，您刚才真是太帅了，但真的太可惜这江依林了。有什么可惜的呀？林伟根本就配不上他，我觉得他们俩早分了得了。干嘛呢？把照片发给依琳姐。别发呀，咱骂骂就行了，别发啊，听见没有？哎，发出去了。哎呀，妈，您知道吗？这世界上啊，就是因为有您这种思想的人存在，才让那些小三儿跟渣男得逞了。我之前就想开一微博，让所有的女人把那些对他们心怀不轨的有妇之夫全部揭发出来，我一个个发到微博上，这样呢，所有的已婚女士就能在我的微博上查到她们老公的案底。你确定这么做吗？我就那么一说，我哪有时间啊？我有时间啊，我真的有时间，这事儿我来做。怎么了？送我去一趟。你冷静点儿，现在过去没有用。我怎么做才有用啊？你现在去就是羞辱你自己。你要真想报复，找一个更有效的办法。其实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你的问题就是放不下。现在你该放下了，你好好想想怎么能让自己过得更好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你记着，你还有这个男闺蜜呢。不是妈，这事儿呢，我是早就知道了，但是您也不能说让小丫就把那照片给人发过去了。哎，小丫什么想法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万一姐姐看见那东西，人家出点什么事儿。行了，我呀，我不跟您说了，这样吧，我跟一凡过几趟，好不好？人要是想通了，不纠结了，就有食欲，还真对。那个姐，
我妈和小燕儿啊，是我谢谢他们。去年在网上，我们同学的那个群里，有一个男同学的老婆跳上来就破口大骂，骂她老公有了外遇，各种揭发，弄得她老公特别狼狈不堪。当时我们就想，完了，他俩肯定得离，这日子肯定过不下去了。后来他老婆居然说，不管她老公在外边发生什么事儿，她都不会离婚，这个家都不会散。我当时听完之后，我特佩服这个女的，事情都这样了，她还能这么想这么做，实在是了不起。可是今天，我不这么认为了。女人就一定要忍吗？我没事儿，回去吧，不用担心我啊，好着呢。哦，对了，过2天伟伟过生日，你们把时间留出来，我准备热热闹闹给他开个大 party。回去吧。杨宝，你那新房什么时候好啊？怎么了？我说你的新房到底什么时候好？啊，都是8成新以上的，1分钱不用花，还没有甲醛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样，我给你算笔账啊。你看啊，咱们要是找一个装修公司，这装修费吧就得7、8万，家具家电加在一起又得2、3万。刚装修完还不能马上住，得放甲醛。然后呢，咱们还得租房子住，那肯定不能住这儿啊，还得交租金、押金，这又是一笔钱。现在多好啊，马上就能住，省心省力还环保。杨宝，啊，我知道你会过日子，但我没想过你这么会过日子。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我知道是吧？省钱归省钱，但咱钱呢都放在刀刃上，你的营养。还有这个宝宝的营养，那绝对不能省。还有，宝宝出生以后用的、穿的，那都得是最好的。你放心，亲爱的。这个新房子呢，我一定装出有家的味道来。我知道省钱不等于凑合，是不是？我一定让你满意。我不满意。你看你这还没去看呢，怎么就知道不满意了？这样，到时候你验收，好不好？看到没？这儿，小胳膊小腿的，很健康，就觉得这孕育中的生命呀是最美的。好了，挺好的。哎，大夫，我还想再看一会儿，行吗？好啊。我怎么就被他弄糊涂了呢？我倒觉着他明白了。是，他是想明白了。我姐跟我姐夫那么多年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弄得太尴尬。是，我也不想啊。可是我觉着啊，你姐要是发泄出来了，舒服了也行。以后我们不能这样啊！万一我们……哎，咱别万一行吗？咱俩这次就已经够悬的了，咱俩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闪失。我不说万一吗？哪有那么多万一啊？你不是说了吗？外面的事情咱俩呢不能左右，但家里面的事情咱们得一起努力啊。怎么突然就想起这个了？这就是突然间想起来了呗。按你说的啊，一起努力啊。那我再
再跟你说个事儿。小韩，我跟你一块去照顾吧。啊什么？你公司不是刚接了一新单，后面不是挺忙的吗？小韩，你作为朋友又放不下他，那我想这段时间反正我也不是很忙，就这么定了。好。舒服吗？舒服。来啊，谢哈。最近看你姐去了吗？去了。怎么样啊？没跟妈说呀？谁让小丫把那东西给她发过去的？什么事儿啊？这林伟啊，在外边找了一相好的，让我跟小丫碰上了。不是，你钓鱼的时候可别跟姜永宽说啊。看上去挺老实一个人啊。看上去，你现在能看明白几个人呢？还说我们女人心海底针呢，我看你们男人那才叫千层皮呢。我跟我爸还跟那坐着呢啊。跟你爸一样，你爸那时候啊，那叫能说会道，现在可倒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吃饭的不吵，那时候不吵，不是吃饭的啊，吃饭的。你也甭劝啊，我还警告你王玉明，你要跟林伟那样，别怪我到时候不认你。还有医院那边你差不多得了，别没事老往那儿跑。人家一凡说没意见，那是相信你啊，你也知趣儿点。妈，没事儿，我跟玉明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以后我跟他一块儿去照顾小韩。哦，对了，还想请您给我帮个忙呢。帮什么忙啊？您不是特别懂保健品吗？我就想让您帮我去挑一点保健品，到时候给小韩送过去。怎么了？舍不得钱啊？没有，挑，明天就去挑。谢妈。哟，慢着点啊！我这买保健品腿脚利索着呢。妈，你过来趟挺高兴的，我看你。我挺激动的，也高兴。我买了这么多年保健品，我有多少经验啊？没人跟我交流，我有劲使不出来。你们老不信我，你们信不正使着吗？差不多了。多涂点。润唇膏涂那么多干嘛？跟吃过猪油似的。我的妈呀！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小韩姐是一名战地记者，你这衣服在她面前就一个字：俗气。玩小清新的是吧？妈，今儿说什么来着？要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是什么？要非常自然的大气。那我也没衣服穿了呀。哎，等等，就他。就一普通职业装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？你相不相信我？我信。虽然小韩姐是个战地记者，我非常崇拜她，但是嫂子你呢，是30多岁就崭露头角的美女律师，是刚刚上过新闻头条启明商标案的负责人，是事务所的大红人，我哥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决定对小韩姐忍痛割爱，全力支持嫂子你。讨厌。去。
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江一凡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也来了。是，我们那个路过，顺便看看。坐吧，小丫也坐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妈给你做这个大排骨汤，来。谢谢阿姨。别客气。啊，小韩，这个补品跟花是我跟妈特意给你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百合花。对啊。最喜欢的，谢谢啊！哎，不会，喜欢就行，送人礼物嘛，最怕不得人心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快坐吧。啊。你的衣服真好看，特别显气质，不像我，每天穿着男人装到处跑，也不顾及什么形象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气质。腿怎么伤的？跟国外的记者一起拍自由军，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有一名记者就不幸被击中了。啊？记者也打呀？已经有20几名记者遇难了。其实现在舆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，记者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不管我们站在哪一方，都有可能被攻击。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执行拍摄，双方打起来了，我们就拼命地跑，四处逃窜。就在这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他就倒在我的面前。我就过去抱住他，他身上的血拼命地往外涌，我就帮他往回摁，可是再怎么摁都无济于事。身上、手上全是他的鲜血。就这样，他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这时候，子弹就在我耳边飞过去，光照得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就拼命地跑，在装甲车之间来回地穿梭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的腰，我就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其实我还挺庆幸的，庆幸我还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听说你是一名律师，刚接了一个经济案。啊，是。小案子，跟你的经历没法比。对，没法比。来，先喝杯水压压惊来。看你这副死德行，才多大的打击你就受不住了？赶紧振作起来，将你的正式范儿贯彻到底。我也想啊，你们都没听到，小韩说那些事儿的时候，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，说的怎么跟死神擦身而过，感觉就是肚子饿了，到楼下去买一包方便面。我就觉得我白活了。等他一问我的案子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故意的他，你也是，你还服他呀？不是服不服的事儿，现在问题在于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我都会爱上他。对，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也会爱上他的。嫂子，我觉得你这回彻底被他拿住了。王小阳，你站哪边的啊？江律师，看着我，别再消沉下去了，冷静点儿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不过说句公道话啊，小韩确实挺有魅力的，谁跟他比都得自卑。我们就是比他平凡，可是谁说平凡就不美啊？可是我觉得吧，人家小韩姐还真的挺……王小阳，你诚心的是不是？我多句公道话也不行啊。嫂子，
依我对小韩姐的了解，我觉得她对我哥肯定还有意思。所以呢，你面对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你应该做好长期的战斗准备。可现在我真是连斗志都没了。是你自己下决心要回去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对，正式范儿，正式范儿。喂，验收？惊喜就不用了，你只要不给我惊吓就行了。啊，好，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验收什么呀？你们仨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见证一下惊吓？来了！Hello， 这么多人啊！人一多你就不敢开场啊？有点紧张。这个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啊！必须的呀！哎，丫头，你们家怎么没卧室啊？当，保龄球！哎，请。杨小宝，你这房子真不错，怎么买到的？哎，这不是我家的台灯吗？啊，那个餐桌啊、沙发啊，这都是赵媛送的，剩下的都是朋友们友情提供的，既环保还不浪费。看着都还挺新的。那就得看你怎么保养了。杨小宝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个家被你一布置，看着真的不错。上边还有一双快乐的脚丫，那是快乐的小鸭吧？这笑脸我喜欢，回家我也弄一个，一睁眼就能看见，心情好。这么高，怎么挂上去的呀？这一共得花多少钱？贴纸，还有装饰、搬运费，一共是1260。就这套床比较贵，3800。所以你看，你能不能站起来？别闹。前2天我跟秦山去逛商场的时候，碰见你妈和王小丫了。他们俩回家没跟你说什么吧？啊？姐夫，前2天呢，小莫去楼下找你，我跟一凡也都去了，你没下来，是因为秦山吗？回家的时候呢，小莫就一直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什么了，所以爸爸生气了，还是因为他跟妈妈做错什么了，你不理他了？那你后来怎么跟他说的？姐夫，这事儿你已经想好了吗？前2天你姐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是要给我过一个生日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什么，那咱收拾收拾，我回公司了，好吧？走。杨小宝可真会过日子，花小钱办大事儿。那我看王小丫那样也不是很高兴吧？小丫这一门心思想当阔太太，小宝这小2句不如她的1回也正常的。你又看不起极品指南，看人家手的多漂亮啊！只有像杨小宝这样的男人，才是把心放在家里，真心实意疼老婆的。怎么，有点伤感了？算是吧。怎么了你？就是突然觉得，要是跟杨小宝这样的男人过日子，也挺有感觉的哈。你不是独身主义不结婚吗？你这到底接还是不接啊？碰见杨小宝这样的，我接。我也接。接，赶紧接电话吧你。啊。
喂，依林姐。啊，找我啊？行，那我马上过来。你在这儿呢。怎么样？都满意吗？哪儿不满意你说，我把它换了。这些家具哪来的？马云那儿买的呀。我不喜欢，不喜欢，这所有东西都不喜欢，更不喜欢这个房子。咱别生气，这生气容易伤着孩子。你要不喜欢呢，你等我，赚够了钱把它都换了。不行，咱把房子也换了，行吗？行，顺便把我也换了吧。不对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娘家。哎呀，干嘛？没事，我逗你玩呢，就是咱别回来呗。把手拿开。啊？拿开。真没事儿。怎么弄的？就刚才竣工一高兴从梯子上跳下来，滑着的，没事儿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还能摔下来？其他地儿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儿。你还笑？我看你为我担心，我挺高兴的。这时候还高兴？走走，去医院。别，医院咱就不去了啊！一会儿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得花多少钱呀？我都买好纱布和酒精了，自己消消毒就行了。在哪儿呢？你以后能不能小心点啊？哎，遵命。那个，你要是看哪儿不满意，我先去把它换了。算了吧，就那点工资，过成这样也不容易，不折腾你了。那你不生气了？我饿了。马上开饭啊！马上开饭。依林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放着一凡那么大律师不找，来找我了。有些事情我还不想让一凡知道，我就想问问你办离婚的事儿。比如说，这应该是去哪儿办呢？去民政局还是去法院？关于财产，尤其是孩子，这些事儿应该怎么弄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如果夫妻双方就孩子的抚养权方面不存在着分歧，财产分割上不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会比较简单。准备好相关的证件，去民政局20分钟就能办好了。如果就以上的这些情况，双方无法达到共识，存在着争议的话，那就要交给法院，由法院开庭审理。需要的相关文件也会比较多一些，需要的时间呢也会比较久一点。依林姐，你跟姐夫真的走到这一步了？啊，有些事情我想还是先了解清楚比较好。主要是孩子，我想让小莫以后跟我在一起生活。小莫现在已经超过10岁了，他的个人意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依林姐，我跟一凡从小跟你一块玩到大，你跟姐夫原来多恩爱啊，我们可羡慕了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不说这些了，马静，过2天就是林伟的生日，我想热热闹闹的给他开个大 party， 到时候还想请你和赵元再加上小丫来提前帮我布置布置，行吗？啊！一凡从医院回来怎么样啊？你跟他说，妈绝对站在他那边，我支持他。因为我觉得一凡是一个特别大气的孩子，而且他过日子肯定是一把好手。你看那小韩，我当初阻止你，没让你跟他出国，我这决定是对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咱这话呀就别两头说了，好不好？要么呢，你就站我这边帮我劝劝一凡；要么您啊保持中立，就别说话了，好不好？另外啊，您跟小丫啊也说一声啊。
行，那我中立行不行？早就应该中立了啊。儿子，你们公司现在怎么样？还行吧。那我就踏实了。不是，我那天吧是陪一凡给小韩去买保健品，就是又把我那瘾嘛又给勾出来。我这一阵没买吧，我觉得特堵得慌。你们这经济要没那么大压力，我不是能放松一点吗？不是妈，你放心，妈这心里有数，我绝对不会把那钱给你们花光了。你看这小韩这事儿，我都能中立了，是吧？行了啊，咱打住吧。您要敢买，你信不信我真给你扔了？你看，我不是说不让你买，您自己说吧啊。您说了多少回了，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。结果呢，反正搁我这儿啊，不能给您开这先例，啊。不买就不买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看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说了半天，跟这儿等着我呢。